首先，我要说，这是大家都能够做出来的一道菜，而经过我的解说，或许你也可以做出很好吃的一道菜。不过就是把香料切一切，用油煮一煮，然后放凉装进罐子里，有什么困难的呢？不论是麻婆豆腐、重庆烤鱼、麻辣锅、水煮牛肉，或者简单的麻辣干拌面，有关麻辣的料理几乎都可以用到它。虽然需要的香料种类有点多，但我非常推荐爱吃辣的人家里可以放一罐。从最开始，你要准备干辣椒。干辣椒的香气比起新鲜辣椒更加醇厚，其香味和鲜艳的红色素也更容易被油脂萃取和保存。每种辣椒都会有不同的辣度和香气，混合使用可以增加辣酱的风味和深度。辣椒的种类没有限制，你喜欢什么辣椒就放什么吧。这次我准备了5种干辣椒，先是辣味醇厚的朝天椒，再来是辣味清雅但香气十足的灯笼椒。香味强烈的2金条辣椒，口味辛烈的小米辣椒，还有辣味持久的子弹头椒。除了让辣味和香气更有层次外，多种辣椒也可以增加香料的鲜艳色泽。接下来我们要准备香料，首先是带有甘味、理气止痛、治疗胃寒的八角，除痰解疟解酒的草果，消肿排脓、散风止痛的白芷，活血行气、祛风止痛的川穹，理气健脾、燥湿化痰的陈皮，清热解毒、祛痰止咳的甘草，止呕止泻还有安胎效果的砂仁，化湿行气、温中止咳的白豆蔻，温中散寒、下气止痛的枇杷，带着优雅木质香的月桂叶，和肉类料理更是绝配。凉血活血、解毒透疹的紫草，散寒止痛、温肾助阳的丁香，祛寒止痛、理气和胃的小茴香，治疗脘腹冷痛、寒湿吐泻的山奈，散寒止痛、温经通脉的肉桂，青花椒带着强烈的清新香气，类似柑橘的皮脂味，可以直接引爆唾腺的分泌。而大红袍花椒的香气浓醇，麻味和缓而持久，十分适合炖煮。我个人不喜欢咬到香料的感觉，所以我会把香料磨碎，如此香料的味道也更容易释出。如果你觉得麻烦，也可以把大块香料切成小块就好。要把这么多香料磨碎，老实说蛮累人的。看来是该秘密武器出动的时候了。不过在正式动工之前，最好先去上厕所，然后佩戴足够的防护装备，而且接下来手都不能摸身体的任何部位，以防自己落入生不如死的窘境。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，这些辣椒如果不当使用，根本跟生化武器没两样啊。粉碎机是懒人如我的好伙伴。干的材料丢进去，30秒后你就能得到细致的粉末。把所有中药材倒入粉碎机，然后盖好盖子，并且确实锁紧。你不要觉得这是废话，我就看过有人没锁好，然后辣椒粉大喷发的景象，导致我们要面对拯救苍生、冲向开关而壮烈牺牲，还是明哲保身逃离现场，人生两难。把磨碎中药粉装有深度的大碗中，然后把花椒也放入粉碎机中磨碎。
话说，如果皮肤不小心沾到辣椒和花椒粉，一开始不会有感觉。辣椒粉要遇到水分，才会开始对皮肤产生刺激感，尤其是遇到汗水，更容易硬化而粘在皮肤上，要用大量清水冲洗才会缓解。不过，通常等你有感觉的时候，已经来不及了。你能做的除了冲水和冰敷外，也只能好好思索人生的美好了。接下来要打碎干辣椒，所有的香料都只要打碎就好。不过用机器打太久，会让温度升高，而影响香料的味道。肉豆蔻因为不易切块称重，一般我是用手磨，再混入其他香料粉中。把60度的热水加入香料粉中，这个步骤不论香料是块状或是粉状都要做。热水能让辣椒和香料的味道释放出来，也可以防止香料粉一进到油锅中就因为高温而烧焦，不但味道不会释出，还会产生不可逆的苦味。一般我会分2次加水，使香料均匀浸泡在热水中，小心的混合均匀，要确认香料都有吸收到水分。接下来要让香料浸泡30分钟。接着我们来处理新鲜辛香料。新鲜辛香料除了增加风味外，也可以去除动物油脂可能残留的腥味。把洋葱切成大块，一方面比较不容易烧焦，另一方面也好观察熟度。大蒜只需去皮即可，整粒的大蒜也有方便判断油脂是否去腥完成的作用。姜去除外皮，然后切片。如果不想用刀削皮，也可以用汤匙刮出外皮。青葱切断，有人只用葱白的部分，但我喜欢全部下去煮。接着我们处理新鲜辣椒，这次我准备了朝天椒、魔鬼椒和小米辣椒。3种辣椒提供了不同程度的辣度和香味，可以使酱料的辣味更有层次和深度。把蒂头切除，如果比较大的辣椒可以切成2半，方便等一下用果汁机打碎。取一个够深的锅子，我个人习惯使用中华炒锅，搅拌时比较没有死角。如果加热时没有充分搅拌，很容易就会烧焦。使用小火加热锅子，然后倒入猪油、鸡油和牛油。要使用其他油脂也可以，甚至也可以只用沙拉油，只是风味会不太一样。我非常推荐大家自己炼动物油，一方面较新鲜，不会有杂味，而且也很有成就感。做其他菜时也可以使用。用小火把油脂都融化，然后依序加入洋葱、大蒜和姜片。最后再加入青葱。接下来
都要让油温保持在约130度。煮到洋葱披上金黄的外衣，而大蒜一压就化成泥时，油脂的腥味就完全去除了。这时就可以关火，让热油冷却。等油温低于50度后，把新香料捞起，放到果汁机里。有些人会把这些香料丢掉，但有着客家血统的我，怎么可以做出那么浪费的事呢？在果汁机中加入新鲜辣椒一起打碎。为了方便搅打，加入沙拉油。这些沙拉油在装罐后，还有在表面隔绝空气的作用，可以让酱料保存得更久。接下来是这酱料的灵魂——郫县辣豆瓣酱，它提供了独特的鲜美风味和辣味，大大提升了酱料的深度。把辣豆瓣酱加入辣椒泥中，用果汁机打成细致的泥状。再次加入油锅到130度。然后加入浸泡好的香料粉，香料十分容易粘黏在锅底，尤其是粉状香料十分容易烧焦，所以从现在开始都要不停地搅拌，并且保持油温在130度，让油脂慢慢淬炼出香料和辣椒的味道。约加热10分钟后，加入打碎的辣椒酱。然后加入糖和酒，糖可以使辣度变得温润，而酒让香料味更容易进入油脂中。可以使用米酒或其他酒类，但我喜欢使用白葡萄酒或是白兰地，可以为酱料增加些许果香。接下来让油温保持在130度，持续的搅拌30分钟到1小时。加热到一定程度时，油脂会和香料分离，但不用担心。冷却后，香料就会把油脂吸收回去。让酱料冷却到60度后，就可以准备装瓶喽。装酱料的瓶罐和盖子必须先用水煮沸杀菌，以确保酱料不易变质，不然你下次打开时可能会看到一堆白毛。装罐后的酱料要放置陈化2周，香味和辣度才完全释放，这个麻辣酱才算完成。做完酱，肚子也饿了，简单做个麻辣干拌面来吃吧。干拌面的酱汁我使用了糖、酱油和醋，甜味和酸味能让辣味变得温和而有层次。如果去吃麻辣锅觉得太辣，可以使用糖和醋作为蘸酱，也可以搭配酸梅汤来去除累加的味蕾上的辣味。煮好的面先跟酱汁混合均匀，然后加入1大匙的麻辣酱。挖取麻辣酱时，最好不要只捞上层的油脂，这些油有隔绝空气的作用，可以保持酱料的品质。原本白皙的面条，因为酱料的包裹而透出妖媚的红色，就像一位美女出浴后，那刚涂上乳液的肌肤，在烛光下反射出红润的光泽。你感觉得到有东西在你体内瓦解，理智不停地告诉你，那是烈火焚身的危险境地。但那摇曳的烛火所映照出的红色坚硬，
那吐息中阵阵飘来的迷人香气，各种痛苦和喜悦，一层一层的进入你的感官，犹如无止无尽的煎熬，让你一次又一次的陷入其中。这个炽烈而无法自拔的堕落，你说，不过是吃个面，有必要这样吗？人生能够在平凡无奇中找到激情，难道不是件美好的事吗？靠北，今天又来不及倒垃圾了，我们下次再见。